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鸽子精 TT 啊。在视频开始之前啊，我先宣布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你们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微光之境已经正式发售啦！如果你购买了微光之境，而且玩下来感觉不错的话，请务必给我们一个好评啊！这真的对独立游戏有非常大的帮助。老朋友可能会问啊，TT， 你的传统异能开头的精分小剧场去哪了？啊，因为这一期视频整期都会让你们看到一个精分的我啊，就像标题上所说的，冒着没法做人的风险，告诉你们这5年我是怎么过的。我这个人呢，就是不怕丢脸，所以这些视频里面讲的都是一点都不虚伪的大实话。如果你也想要开发独立游戏，或者说对游戏开发出来的过程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期视频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此处建议先一键3连，如果看到最后没有什么收获，取消3连。在开始正题之前啊，先给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叫做分屋游戏，是由我一个全职的程序加策划加打杂和2位业余时间兼职的美术伙伴所组成的。我们开发的游戏名字叫做微光之境，它是一款横版剧情向动作射击游戏属于类银河战士恶魔城的类型。我们看到市面上很多同类的游戏可能都是超高难度很硬核，或者是画面比较阴暗压抑，但我们想做的呢是阳光明媚，玩家可以在一个美丽的世界里自由探索的游戏哪怕只是一个休闲玩家平时玩的游戏都不那么硬核，也可以体验到一个完整的奇幻故事的游戏。所以呢就有了微光之境。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开发日记视频，或者是请直接登录 Steam 搜索微光之境进行购买，目前上线首周还有额外的优惠哦。好的，那我们进入正题，看看我这5年时间究竟有哪些精分的现场。辞职开发独立游戏，是不是我就自由了？嘿，终于不用上班了，我免费了，我自由了。像我这么严谨的人，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科学作息的时间表，早睡早起才能有好的开发效率。首先调一调字体，然后早上8点起床，晚上11点。11点睡觉的话12、1、2、3、4，不行，太久了，12点睡觉一天工作13.5个小时才符合我的风范。就是这个时间表好像有点丑，调排版，每天都要看到这个时间表，排版一定要非常的美观。2 hours later，不错，看着这个时间表，我就感觉充满了工作的动力，充满了 power。明天我就按照这个时间表早睡早起。Day 2，什么声音啊？闹钟，8点，谁8点起得来呀？继续睡。充足的睡眠才能有好的开发效率。不愧是我。Day 4，今天也是睡得真不错呀。好，今天让我们来好好工作一下，看一看目前的工作进度。自由有时候是你的敌人，自己做策划岂不是很爽？自己设计游戏，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爽。Later，突然有个非常妙的想法，这样应该很有意思。不行，
这样写出来程序太屎了。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哎，你要有点远见，玩家的体验最重要。行吧，哎，那我就做。做好了，终于做好了。我现在觉得这个玩法好像也不是很好。如果那样做的话，是不是一定会更好的？你再说一遍啊！做游戏的常态就是无数次自我推翻。玩游戏很快乐，开发游戏一定会更快乐吧？我做了一个 BOSS， 很赞，要不要试试？不愧是你，让我来试一试，看看我的本事。死了？你设计的什么鬼？我怎么自己都打不过啊？我简直想一拳打爆这个屏。不行，这个屏幕有点贵，有点贵。做玩家很轻松，但做好一个玩法可太难了。你的视频有那么多观众，一定都非常支持你吧？半夜3点了，这 bug 也太多了，修都修不完，又要推迟了，好烦啊！看看上期观众的评论，稍微放松一下。少年，他也只是对你们有更高的期望，不想你们走上不好的道路。不喷他，喷死他，喷死他！拿出你的游戏作品，用事实来说话吧。不喷他！正视批评，接受误解，是一场必修课。开发独立游戏真的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光鲜亮丽，每天生活在兴奋和快乐之中更多的还是需要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辛苦的工作。那么在这里我想给一些想要进入独立游戏这个行业，或者是想要自己做独立游戏的朋友一点小小的建议，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避免掉进一些会摔得很痛的坑里。首先第一点，千万不要盲目裸辞，哪怕你原本就从事的是游戏行业，从0到1开发出一个完整的游戏所需要的能力和人力
可能远远的超出你的想象。即使你本身就是从业者啊，因为你身处的项目当中，你可能负责其中的一小环，是没有办法理解整个项目的制作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各种各样的困难，因为都有其他的人帮你承担了，可能是其他部门的同事啊，也有可能是你的上级或者是你的老板啊。真的，当你并没有做到上级这个位置，或者是你并不是老板的时候，真的很难理解他们帮你承担掉了多少风险和压力。那么如果你真的确定想要尝试开发独立游戏啊，建议先从业余开始，和你认为信得过的伙伴开始制作和规划。如果你们依靠业余的时间，开发能很正常的推进，那合作的伙伴呢，也能长期的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产出的状态，沟通也相对顺利的话，那么经过了这样一段合作时间之后啊，游戏可能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在这基础上，如果你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足够支撑你完成开发，那在这个阶段再考虑下一步决定也不迟。那么如果你已经决定要全职进行独立游戏开发了，我这里也有几个小小的建议。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控制好游戏的体量啊。第一个游戏不要去尝试画一个特别大的蓝图啊，这个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材啊。我一开始计划《微光之境》，我希望是在1年半到2年之间就可以开发完成，但实际开发了4年半，将近5年的时间了。如果不是一直有视频前的你们啊鼓励我们持续开发，如果不是有我的合作伙伴，他们能一直兢兢业业啊帮助我一起努力的去制作一个我们觉得好的游戏的话，4年半的时间很可能能让一个独立游戏彻底毁掉。有99%的独立游戏都停留在了它未完成的那个阶段，所以第一个游戏一定不要去做一个特别庞大、超出你能力太多的游戏，尽早的完成它，尽早的上线，体验整个游戏制作和上线的全部过程，才能帮助你有一个更大的提升。这样你在制作第2款、第3款甚至更多的游戏的时候，你就有更加成熟的经验，你才能很好的 hold 住整个游戏的制作过程。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规划好成本和支出。那成本这一块其实包括大约有4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呢是最大的人力成本。那如果你们是合伙人，决定是游戏上线之后分成的话，人力的成本就能节省掉很多的开支。如果是由你来支付工资，去请人来帮你制作内容的话，那你就要算一笔账了。现在这个人的工资是1个月多少？那么如果我的游戏开发需要2年的时间，那么我在工资这一块的支出到底会有多少？第二个部分的成本呢，就是场地的成本啊。这个很明显啊，如果你开一家公司，然后你是租一个办公的场地的话，那么场地肯定是需要租金的。那我们的情况呢，我们是在家里线上合作办公的，所以其实是没有这一块场地成本的。但是对应的，你在线上合作的沟通成本啊，和你线下直接有个同事坐在你边上一起工作，这2种模式的开发工作流也会有比较大的区别，需要你特别关注。第3部分的成本呢，其实也可以算在人力成本当中啊，也就是外包成本。根据你们的团队人员能做到的程度啊，哪些可能交给外包会更加合适一些，那就会有一个外包的支出。最后还剩下一点固定的支出呢，就是你建一家公司之后，那个公司的经营、财务外包，这些都是需要一些固定的成本的。再加上你们开发游戏肯定会需要一些正版的软件，这些都是属于一个固定的开支。做独立游戏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你的支出，把它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防止最后因为资金问题成为你们制作游戏的瓶颈。很多独立游戏团队可能会纠结一个事情，那就是究竟是自己来宣发上线呢，还是和一个发行商进行合作来宣发上线？那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你们想的这么复杂，因为发行商其实只是替代你去完成了一些发行和宣传的工作。那么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发行商所做的事情能不能达到你们的预期？你们分给发行商的这部分分成是不是能给你们带来更高的回报？这个是你们需要对发行商进行考察的，一定要避免不要像是求一个发行商，你们来帮我发行一个游戏，你们之间是一个合作的关系，他提供他能做到的事情，给你带来收益，你才选择要和他进行合作。
啊，要摆正你们的位置，你们是平等的，并不是发行商就比你们高一级。也有一些独立游戏开发的团队啊，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要投资我，我到底要不要接受？那我觉得投资接受与否啊，主要是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你是不是真的缺这笔钱？这笔钱是不是能够解决你目前重要的问题？第二个是想清楚，如果你接受投资之后招人，是因为你确实缺少特定的职能，所以招人，还是因为你有一笔投资的钱可以花，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花，所以你决定招人？钱怎么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最后呢，就是你对公司未来价值的定位。因为投资商投资你的时候，一定是你们公司在一个创业的初期，他可以通过比较小的投资金额拿到比较高的股份。那千万不要为了拿到一笔小小的投资，出让掉太多的股份。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开发的过程一定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和自我怀疑啊，它还会远远超出你一开始所估计的困难的复杂度。那这个时候呢，建议你多多看看我这期视频，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不要怀疑是自己的能力问题，而要选择解决问题，向前看。有一点忘记说了，这里补充一下，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请记得向全世界宣布你要做游戏，并且给自己设定一个死线。因为人是一个好面子的动物，如果你向全世界都宣布了你做游戏这件事情，那全世界就会变成你的监督者会有人来问你，你游戏做完了没有？这就会变成一个很强的鞭策作用。那死线呢，并不是说游戏做完的死线，而是你需要给游戏定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每一个里程碑都是一个死线，这样你可以一个一个里程碑的去完成，才能让你最终达到游戏做完的最后一个里程碑。好的，那么我很啰嗦的这几点小小的建议啊，就已经分享给大家了。我是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条路上少走一些弯路，少踩一些坑，因为很多地方都是我的血泪教训。如果能帮助到任何一个人，我觉得这期视频就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毕竟这也是一期开发日记啊，还是给老朋友们简单演示一些游戏里增加的新内容。更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到游戏当中去体验。首先说一下引导的优化，因为我们很讨厌那种怼在你脸上的引导，所以我们让皇冠在玩家做出一些错误行为的情况下，说一些骚话起到浮现式的引导作用。然后我们重构了慧明之眼这个技能，原先它只能用来激活场景内的微光逆流，从而让玩家无限跳跃，到达原本无法到达的地方。而现在慧明之眼还可以转制敌方的微光逆流子弹，可以吃掉这些被转制的子弹，化作奇洛身上的护盾。护盾破碎之后呢，奇洛也会进入一段时间的无敌保护时间。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很多近缘精灵，有能帮奇洛抵挡子弹并吸血的闪灵卫士，有受到伤害后攻击敌人从而组合出卖血流派的迷你沃格，也有可以延长慧明之眼的时间并可以反弹微光逆流伤害的混沌。剧情上呢，我们也加入了大量的剧情演出和人物动作，尽可能让每个 NPC 都有比较鲜明的性格。这里我挑选出了一些不会对大家产生严重剧透的剧情片段，而更多的内容就不在这里演示了，因为只有大家在游戏中亲自体验才能有切身的感受。那如果有人通关了，也欢迎在这里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角色，注意千万不要剧透哦。好的，那么到这里呢，就是大家众望所归的超级福利回馈环节了。在我以前的视频开发日记当中就透露过在上线这一期的开发日记当中呢，我会送出比较豪华巨量的奖励。那么这次我就将送出一份微光之境众筹豪华版礼盒一份，然后8份纸雕灯，众筹的纸雕灯。除此之外呢，还有10份微光之境的激活码。参加这次福利回馈的方式呢，请看这里。微光之境的玩家 QQ 群当中呢，也会不定期的去搞活动的抽奖。那这次呢，会抽出2份纸雕灯加6份游戏资格。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我想在大家的见证下，因为大家看到视频的这一天也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天啊，在大家的见证下，我要开箱一个有点纪念意义的东西。当当当当，没错，这个就是哔哩哔哩10万粉丝的纪念奖牌。其实这个奖牌我已经很早就收到了啊，我也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但是我就一直没有去开箱，因为我觉得需要在大家的见证下去做这么一件事情。而且粉丝牌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啊，最重要的是大家觉得微光之境是一个好玩的游戏，而且微光之境对得起你们这总共10万粉丝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希望我们全力制作的微光之境配得上大家的支持。开发独立游戏这么多年，有没有后悔过？说真的，有太多后悔的瞬间啊！当自己的创意被自己第 N 次推翻的那一瞬间啊，生意的时候，面对茫茫多的 bug， 越修山越高，怎么都移不完的这一瞬间，还有看着自己因为自己的规划能力不足，开发的进度计划一次又一次推迟啊，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一个制作人的这一瞬间啊，太多了。我会想，如果我继续在游戏公司里上班，根本不需要这么多辛苦。但是走到今天，我已经和自己和解了啊，对，用一种很新的说法叫做我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啊。我发现后悔才是人生的常态啊，不管你做了什么选择，你都会想，如果我当初选了另外一条路，会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一点？人也会去不断的美化另一条自己没有走的路线，去美化那一种美好。但其实不管你走哪一条路，都各有各的艰难。只要你从未来的视角往回看，你走在现在的这条路上，哪怕这条路是一条弯路，也一定是会让你成长的路。只要你还在成长，那么你的选择就有价值。就像我，虽然有过无数次后悔的瞬间，但是我坚持到了我的女儿诞生啊，我也收获了作为一个游戏制作人能力上面的成长。把微光之境送到你们面前的这一时刻，我终于可以说，我尽力了，我不后悔。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鼓励和陪伴，没有你们就不会有微光之境。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微光之境的作者。那么我们就下一期视频，不对，结束语应该改了。那我们就在镜中世界不见不散。